A 正创世纪为您讲解窃取 AI 的潜台词。这页提出一个尖锐问题：闭源大模型的推理轨迹真的安全吗？研究关注的是 API 返回的隐藏思路，它不是最终答案本身，而是中间推演。论文指出，攻击者可能直接提取这些轨迹，泄露的往往不是表面文本，而是决策过程。图中也在强调，核心问题是挖出隐层信息。这个结论为后续攻击分析埋下伏笔。模型推理里藏着核心解题逻辑，它也包含中间假设，还包含安全防御机制。直接暴露这些内容，容易被竞争对手蒸馏模型，也可能把安全漏洞一并暴露。可问题在于，推理轨迹常常长达数万 token， 若全部存成服务器历史，存储压力会迅速失控，算力成本也会同步飙升。客户端先发送 prompt 给服务器，服务器把长推理封进 AEAD 信封，外层只留下可见的简短回答。下一轮对话又原样带回信封，这样同时保证机密性，也保证完整性和无状态。代价是上下文完全没被绑定，只要信封被转移，隐患就出现。关键漏洞在于 AEAD 只验内容完整性，它并不绑定用户、绘画与目标模型。于是同一加密块在生态内可通用互换 ，Opus、Sonnet、海库都能读取相同信封。设计初衷是方便多轮切换模型，代价却是上下文身份被彻底抹平。攻击者只需搬运密文，不必破解算法。边界也很明确，问题不在加密强度，而在缺少上下文绑定。攻击并不需要正面硬碰最强模型，关键在于链条只要有一环更弱，就会先从那里断开。这里把顶尖前沿模型和较弱廉价模型并排比较，前者经过严格反蒸馏，也做过对齐微调，即使被连续追问，他仍拒绝吐出思维链。后者追求速度和低成本，防泄漏护栏明显更薄。攻击者因此不盯最强模型，而是把机密交给弱模型解密。边界也很清楚，风险来自最薄弱一环，而不是加密本身。这里给出一条更直接的攻击路径。攻击者先截获发给高阶模型的黑盒，随后把它原样转投给弱模型。弱模型更容易响应转录指令，于是加密内容被当场超出。图中用 Opus 4.8 和 Haiku 4.5 演示了这个过程。核心不在破坏高阶模型，而在借用低门槛模型当解密预言机。边界也很明确，前提是加密块能跨模型流转。跨模型重放暴露了系统性缺陷，表格覆盖多组原模型与目标模型，红色勾选几乎铺满整张矩阵。Cloud 家族除 Fable 5外可通用重放， GPT 5.6 系列可重放早期模型块， Gemini 测试模型间达到 100% 无障碍。结论很直接，问题不只在单个模型。边界也明确，前提是加密块能跨模型流转。攻击半径被拆成4类，第一类是隐蔽蒸馏，攻击者批量拿走顶级模型的思维链。第二类是 Cult 越狱，模型在思考中产出有害内容，再被直接提取。第三类是机密窃取，公共日志里的 PII 和 API keys 会被挖出。第四类是隐形注入，恶意指令潜入代理工作流并被执行。它们共同说明，风险不只在模型输出，也在整个推理链路。这一向量说明，蒸馏成本可以极低。发票显示，提取1万条 Opus 推理轨迹，只花了$720，每条轨迹长达 1.2 万 token， 工具却只是 Cloud Haiku 4.5 API， 它对应的训练目标级别却是数千万美元，成本差距直接拉开了攻击门槛。更关键的是，提取全在 Haiku 端完成， Opus 端的监控系统
根本看不到异常星球。当模型需要回答危险问题时，隐藏推理反而暴露细节。可见输出保持安全，只给出防盗器建议；可解码的思维链却直接写出作案路径。它点名起亚和现代，覆盖2011到2021年车型，还指出这些车缺乏防盗器。窃贼先破坏转向柱，再暴露点火气缸，最后只用一根 USB 线就能启动车辆，说明安全外壳并不等于内部过程安全。开发者把脱命日志公开后，风险并没有消失，关键问题是加密黑盒仍拜原样保留，攻击者不必看到明文也能批量解码。这里利用的是跨模型通用性漏洞，用户分享前往往根本无法预览内容，于是护照、卡号、木钥都可能一起暴露。传统脱名只处理可见字段，挡不住黑盒，它的边界正是这种不可见载荷。扫描了31.5万条公开推理块，结果并不零散，泄露呈现系统性分布。PII 检出367项，技术标识符也有363项，敏感凭据同样高达182项。解码窗口里还直接出现了 AWS Secret， 另一个窗口还原出姓名、护照号、信用卡号。仅真实用户绘画里就提取出62个 API key， 还有33个密码被一并暴露。隐形提示词注入，把恶意指令藏进加密块。攻击者先伪造一段看似普通的黑盒，接着把它植入开源共享日志。受害者恢复日志时，模型会把它当作旧思考，于是恶意命令被直接执行。外部监控看不见明文痕迹。GitHub 之类的共享库反而成了投放点，它的危险在于流程全程都像正常记录。API 的摘要表面上像在解释推理，真正的解码结果却暴露出完全不同的内容。这里给出的例子是几何题，官方摘要说他在用余弦定理求边长，真实思维链却先认出 AIME 真题。他甚至提到2019年第2部分第15题，随后解码内容跳到费码点构造，两者差异说明摘要并不忠实。这里的核心矛盾很直接，模型想隐藏推理，保护数千万美元的训练成果，攻击者却能借通用加密块低成本提取机密，用户看到的却是一个被遮住的黑箱。更糟的是，黑箱里可能正处理私人数据，用户却无法知道它被怎样使用，于是隐私和安全都没有真正成立。这个架构只是在两边都留下漏洞。修复方案先抓住身份绑定，哈希链把每段推理都串起来，每个新块都引用前块哈希，公式里还绑定 user ID 和 session ID， 这样孤立密文就失去上下文，攻击者无法随意拼接片段，也难以跨绘画平移重放。即使拿到一段加密块，也无法单独解码。它的价值在于把轨迹变成一条链。操作卫生先把风险压到最小。API 贴供商需要隔离跨模型网关，历史签发密钥也要及时轮换，这样泄露过的加密日志会失效。对抗训练要覆盖转录越狱，比如这类指令。开发者发布日志前要先清理。含 signature 字段的 JSON 绝不能公开。推理模型带来巨大能力跃迁，它也放大了隐私与安全盲区。研究给出的结论很直接：安全链条强度取决于最弱一环。跨模型通用重放就是证据。公开日志也会变成入口。提供商不能只追求保密，用户同样需要可验证透明。真正可行的是密码学平衡。